今年的中秋节，他说他要承办，说感觉现在的节日气氛太淡了，他今年要担起这个文艺复兴的重任。结果置办的所有事儿全劈叉了，明明是自己买月饼买错了，他还气够呛。你们有没有过这种现象？就当你对一个语言不是很熟悉的时候，就特别容易把两个完全不相关的词儿记串台。他就经常这样。曾经有一次我在伦敦让他去买豆瓣酱嘛，他也不懂豆瓣，也不懂酱，就只能硬记，就豆瓣酱、豆瓣酱、豆瓣酱。然后走路走了20分钟，到了华人超市，到那老板问他你要啥呀？他说赵本山。老板说你要碟啊？他说我要罐啊。碟是什么意思呢？散装的。这次又是买月饼，他带孩子自己去买月饼，我出差不在家，他自己打车去的。走之前我就怕他去错地方，我说你到了商场啊，你就找稻香村。他说我懂，而且我还知道我在北京不能说稻香村，得说稻香村。我说就是稻香村。他说稻香村，稻香村，然后就去了。咱也不知道路上是哪个点开始又窜台了。到那儿见着1楼保安大爷，我要倒插门。保安大爷说你到哪倒插门啊？我老公说我问你呢，哪里倒插门啊？保安说我不知道你上哪倒插门，我也没倒插门。而且小伙，我告诉你，现在不行叫倒插门，那个叫赘婿。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找着没啊？他说保安说现在那个店叫赘婿。关键是最后不但倒插门没找着，买的东西全是错的。我让他买月饼，他买了牛舌饼、老婆饼、油炸糕、枣花糕。这个是啥呢？开花馒头。我说买的挺好，别再买了，没有一个是对的。他说那这个我不服，那商家往那月饼里放鹅肝、放螃蟹、放火腿、放冰激凌，啥贵放啥。他们说那是月饼就是月饼，几十块上百块钱一个，他咋不直接往里放钱呢？月饼变了，月饼他现在的象征也不是团圆呢，就是烧钱呢，直接叫烧饼。月饼现在定位极其模糊，迷失了自我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我买这个都可以叫月饼。你说这个 moon cake 有酥皮有 cake 就是没有 moon， 那我买这个老婆饼外父派有酥皮有派就是没有外父，有什么问题呢？然后晚上很委屈，坐在沙发上自己扒扒。哎呀，人本来我自己上网查的资料，今天还有个传统，我本来想再置办点桂花酒，但是咱也不敢问，咱也不敢买，月饼都买错了，酒再买错，桂花酒，咱也不知道得多贵才能叫桂花酒，节过的太烧钱，烧饼加烧酒。最近呢，生了一点小病，做了个小手术。先不要同情我，平时你在家想躺下，这个找你那个找你，全是事儿。现在往这一躺，啥也看不见，啥也不操心。我对外说呀，这个借着休息，我也要提升一下自己，读读书。但实际上呢，我这几天医生啊就跟大胖姐说，手术之后啊，好好照顾你老婆。大胖姐说那肯定的，但是他对照顾这个词儿呢，他有他自己的理解。我说你呀就在家管好孩子就行，你不用来管我。他说我一定做你最爱吃的东西给你送过去。在家做好了菜，摆完了盘，还用保鲜膜都裹好了，送到了医院。一打开哈，不是汤，不是粥，是厚厚切的3分熟大牛排，在病床前就硬给你伺候出一种茹毛饮血的感觉。我都不再觉得我在病中，我觉得我就是武松，我就是武松，我要打虎。关键呢，牛排也就牛排了，他忘带刀叉了。他说媳妇你别着急，我出去给你要。然后出去之后挨个护士站问你有刀吗？我说你可别问了，你再往里走就是肛肠科。搁那个地方，你说他敢给你刀，我也不敢用啊，我也不敢用啊。但挺贵，牛排咱不能浪费，就只能拿手直接抓着啃，都滴血。他说其实我这个菜哈挺有巧思的，我给你选的这块肉是 beef rump， 就是牛屁股上最好吃的那块肉。巧了，没有带刀叉，你只能啃。所以你面前这道病号餐的名就叫肯定能行，肯定能行。然后我妈在铁岭听说了，给他骂了，肯什么定肯定？接下来这3天啊，就清淡，只有清淡，你懂不？我也不知道大胖姐是咋回事，她有时候记汉语她是错乱着记的，她早晨听的就是清淡，到晚上就记成了淡清。夜深人静，大胖媳妇儿摆好了20个水煮蛋，不自理蛋，不自理蛋。然后我呢恢复挺好，提前就出院跑家去了。回家发现妈就走了3天，翟奥达居然瘸了。我说翟奥达你怎么能瘸呢？翟奥达说我就在家蹦蹦床，学我爸后空翻掉出来了，脚崴了。我就纳了闷了，都说爸爸带娃活着就行，我看活着咱也费劲。没事，妈有新东西，这小度天天闺蜜机，27英寸的类纸屏，追剧超爽，不伤眼，还能自动唤醒。小度，什么事？我要看张彩玲脱口秀，能唱 K， 配上送的麦克风，这立体还原音效，随处可 party， 不能 AI 健身，这小人会同步我的动作，进行 AI 实时纠错打分，这就好像请了个私教，又不比我办卡。我后来实在忍不住，我问大胖媳妇，我说孩子摔着的时候你干啥去了？她说我在拉屎。我说你怎么老拉？你一拉一泼怎么那么长时间呢？胖姐说我2天吃了25个蛋黄，那叫一个干呐，那叫一个干呐！哎，我感觉我都那种开到8指了。我当时真有心，我就顺转抛得了。我本来寻思吧，回家了挺好的，但是我妈又做了一个失策之举，非得让大胖媳妇给我补。大胖媳妇根本不知道啥叫补，
我妈说就比如买个鸡，比如买个甲鱼。然后我妈知道她啥事儿，老爱问我，就跟她说你别老问他，你让他静养。你去趟菜市场，能补的这些食材你都能买回来。大老爷们这点事儿办不明白吗？我媳妇呢也努力了，带着小达一起去的市场。鸡呢办的没毛病，到处问我要本鸡。人家没听懂，她查下词典啊，我说的没有错 ，stupid chicken，stupid chicken，yeah。给我挑一个最 stupid 的。至于乌龟呢，稍微有点难，小达还一直帮他爸去搜啊。乌龟是 turtle 这儿 stupid chicken 这儿也没有 turtle 啊。爷俩在市场室内室外走了2大圈，最后还真买回来俩。但是呢，有点困惑，回家时候问我，龟买着了，是吧？3厘米大不说，这咋还印个小猪佩奇呢 ？stupid turtle 啊 ，stupid turtle 啊。张大铁到哈尔滨玩的时候，吃鱼被一个大鱼刺给卡了，下了诊所的手术床。说的第一句话是啥？你们谁也想不到。我们前2天不是去哈尔滨玩去了吗？我到那儿我一刷手机，我说哎，刘亦菲现在也在哈尔滨呢。此刻哎，咱说不定能偶遇呢。张大铁问谁是刘亦菲，我就给他看一下刘亦菲照片，他认识。其实张大铁老看刘亦菲，我在家我前一段时间老看刘亦菲的电视剧嘛，张大铁老跟我一起看，爱看。所以张大铁一听说刘亦菲在哈尔滨，他十分激动，高兴坏了，问我刘亦菲就在这儿呢。我说对呀，他说那咱别在酒店待着了，出去找刘亦菲去。我就在酒店跟他忆起了一些往事。我说你知道吗？你爸当年刚认识妈妈的时候，审美畸形，说刘亦菲没有你妈好看，给张大铁听懵了。这长得多带劲呢！这大高个多好看呀！我喜欢。然后我们就出发了。张大铁说他今天一定要在哈尔滨找到刘亦菲。我说街上那老多人，你咋确定哪个是刘亦菲呀？张大铁没吱声，他也觉得不管咋说得有个照片，有个参照物，因为在他心里，大波浪头发、长得无比美丽的女子就是刘亦菲。于是离开酒店的时候，心生一计，把酒店客房服务的卡偷走了。于是我们在哈尔滨玩了所有的景点，因为小达在加拿大待过很长时间嘛，所以他特别喜欢这种有冰雪的城市，很享受。而张大铁一心只想着另一件事儿。其实是刘亦菲吗？保安都看懵了，因为张大铁特别像一个拿着传单拉黑客的黑导游。我们受不了了，一把他抱走了。他双脚离地了，张大铁自己琢磨该改变战术了。啥事心里都惦记着刘亦菲。这是给刘亦菲留的。亦菲没找到，但尔滨的热情暖人心，就连尔滨的果品之光飞鹤也暖到咱心坎了。飞鹤的2小时生态圈，从挤奶到加工只需要2小时，奶粉品质优先，63年零事故，用前沿科技为聪明宝宝添益。飞鹤真是给尔滨上大分了。我们在哈尔滨待了2天，张大铁一直没有放弃找他的刘亦菲，但是我们马上就要离开了。我们吃着这尔滨的最后一顿饭，张大铁知道遇见刘亦菲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了。吃饭的时候，张大铁吃鱼一个不小心把嗓子给卡了，突然间就开始一顿咳嗽。我说别的招都不一定好使，赶紧去医院吧。幸好楼下就诊所，到了那儿就要给他架台上。张大铁回头跟我说：“妈妈，我不会哭的，我会很勇敢。”然后让我把他拔刺这过程，他有多勇敢多爷们儿给他录下来。啊，支持住啊，很大很大。哎，太厉害了！还疼吗？不疼。结果下了手术台，回到餐桌，人张大铁第一句话是：刚才那视频给刘亦菲看一下，给刘亦菲看一下。